这菜摆的跟画似的。哎，筷子呢？啊，就用刀叉。啊？学着我。 生的，我这怎么拉不开呀？早知道我自己带把好刀来。哎呀，行了，来吃我的。还行，挺好吃的。啊，我自己来。对了，我寄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吗？收到了， 2封都收到了。都收到了。那你不回我？哎，算了，不回就不回吧。你能来上海，比回我电报还开心。你别高兴太早，我不是为你而来的，那你是为谁而来？我是为生意而来。我就想来看看，能不能把吴家的货品卖到你说的世界去。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玛莎。 Today is my birthday.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with me? OK。试试看。我不行，不会跳。这种叫华尔兹，现在上海的洋人都会跳，它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交际。不行，我都学会了，你一定可以的。人太多了，怕我吃了你？是这样吗？我到了，谢谢你，今天陪了我一天。你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接你。明天？明天我再带你去几个好玩的地方，再介绍几个洋商朋友给你认识。好，那明天见。哎，等等。
我的洋商朋友告诉我，说这种花一定要送给自己最爱的女人。明天还有更多惊喜给你。吴夫人，找我哦，这边有您一封信，陕西来的，还是加急的。啊？谢谢。少奶奶，我觉得沈少爷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而且今天你们俩跳舞的时候，简直是般配极了。你懂什么呀？跟了你这么多年，察言观色我还是懂一点的。小心我撕了你的嘴！你要是撕了我的嘴，可就没人给你熨衣服了。熨衣服？对呀，明天沈少爷还要来找你，你总不能还穿这身吧？得穿新衣服。你说，明天我是穿哪一套？我觉得两身都好看。我总不能把2套都穿上吧？总得选一套。哎呀，这我哪会选啊？真没用。是呀，要是韩夫人来了就好了。陈杏儿，帮我找个东西来，我要把这花养起来。那你慢慢选，我去找个东西插上它。老板说这花盆是他们家祖传的，我可是说了好多好话。少奶奶，这是怎么了？少奶奶，花插好了。扔了。什么？扔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请问一下，陕西的吴夫人住哪间房？吴夫人一行已经结账离开了。走了。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不知道。老板，童老板来电报说，我们那2000包生丝被江西官府给查封了。
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啊。老板，杜老板他要见你。就说我不在。好。老张，哎，来了。给我致电童静夫，穷尽一切办法也要让官府放行。中间需要打点的所有银两由我们来承担。务必要把2000包生丝按时给我运回上海。好的，我明白。没用的，不能进，老板说了不能进，不能进，说不能进。你们这……你们先出去。二少爷，是我让人扣下那批生丝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不开口，没有人敢放行。你倒是够坦白啊！你之前不说过，在上海做生意，贝勒爷帮不上什么忙吗？也许在租界是这样，可一旦出了租界，只要是大清朝的土地，贝勒爷什么忙都能帮，包括盗忙。你开个价吧。新月贸易行3成股份，只要你同意，江西官府马上放行。请回吧。二少爷，2000包生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你太小看我了吧？区区2000包生丝，我赔得起。好。你昨天还跟我说没有问题。我也是刚刚才收到的电报。你想办法啊！你是中国人，你一定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情况。这个后面有些背景的。什么背景？就是要发那个银子吧？但你给他们，如果你出不起，那就让我来啊！克劳迪，这件事情不是说银子就可以解决的。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那我怎么办啊？没错，是我违约在先。按照契约上所写，我赔你双倍定金。我不要双倍定金，我要我的生丝。克劳迪，我现在真的没有生丝给你。我的货仓已经定了，我的船快开了，取消不了。货仓的钱我可以赔给你。这2000包生丝，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如果我不能如期交货的话，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这损失算谁的？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我除了要给你双倍的定金以外，那2000包生丝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神，我以为你和比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没想到你也是一个不讲信用之人。我骚人暗算，我现在也没办法了。我再不相信你了。何老弟，我向你道歉，该赔给你的银子我明天就找人送过来。你只是损失银子了，我是损失牌子了。你再加10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有50生意。你们不配跟我们做生意。对不起。滚！
老板，我们需要赔克劳迪洋行多少钱？克劳迪当初付了我们1万的定金，现在我们不能如期交货，按照协约，我们要赔偿2万两银子。我们账房还有多少钱？还有38万两。如果现在就派人去湖州收购生丝呢？现在就到湖州去买生丝，来是来得及，可是湖州生丝的价格比湖北要高出许多，不然当初我们也不会舍近求远啊。这样，你马上就派人去湖州收购，不管他们价格抬多少，给我买够2000包。38万两，最多也就只能买1000包啊。先付定金呢？我们货要的这么急，人家一定是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行，那我去银行借钱，相信凭我们陕西沈家的招牌，怎么也得值个几十万两银子。老板，我们现在到湖州去买生丝，然后交货给克劳迪，我们至少要损失7、8万两银子，那还不包括被查扣的2000包生丝。老板，依我之见，还不如赔偿克劳迪2万两银子作数。做人当言而有信，我既然答应了他在11月初5之前交货，我就一定要做到。可是，老板，唉，官府把你的生丝还给你了吗？并没有。那你拿什么交货？我已经派人去湖州了，就在当地采买。你放心，7日之内一定将2000包生丝一包不少的运回上海。湖州的生丝怎么也要350一包。我知道。那你还去？如果我赔你2万两白银，可能大家从此以后就互不相欠了。但是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一个不守信约的骗子，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为了证明我们中国人跟你们一样，守诺重信，爱惜名誉，所以，我一定要把2000包生丝送到你的手中，不惜任何代价。沈，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收回我今天说的那些话。但是，怎么了？在你走之后，有人愿意为我提供2000包生丝，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你的交货。怎么那么快？我也觉得很巧。他们刚好是主义生丝的商家，所以只有那方面的门路。他们是谁？不是你给我介绍的那个朋友，是那个陕西吴家那位夫人。夫人，克劳迪先生现在有客人，请您下单。好。那个银子吧，但你给他们，如果你出不起，那就还我来啊！我们还是改天再来拜访吧。那还有什么问题？这2000包生丝，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如果我不能如期交货的话，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这损失算谁的？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我除了要给你双倍的定金以外，那2000包生丝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是，我以为你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没想到。我还是再等一等吧。那请您这边稍等。我是遭人暗算，我现在也没办法。我再不相信你了。我向你道歉，该赔给你的银子，我明天就找人送过来。你只是损失银子了，我是损失牌子了。你再加10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沈少爷在里面，我知道。我不配跟我们做生意。你和他，我和他，对不起，不会再有任何挂钩。滚！克劳迪先生，你现在是不是急需2000包生丝？
我们吴家的主营业务就是生丝，或许我可以帮你。你可以在10天之内把所有的生丝送到上海吗？可以。我们一般最多只能给你出到310两银子，超出这个价格我就亏本了。克劳迪先生，这个价格我也会亏本，但我还是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额外的条件。你说。我想跟你签订10年的协约，今后10年，你只能从我这里采购生丝。啊，不行，万一你给我高价格呢？我们可以在契约里约定，同样品质的生丝，我的价格不能高出市价，一旦高出，你有权在其他商人那里购买。但是同等品质、同等价格的生丝，你只能向我购买。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单签好。如果这次顺利合作的话，那我就签你们的10年约。如果这次不顺，一切免谈。行，先签了这一单再说。少奶奶，我们吴家什么时候主营业务变成了生丝？现在。你刚才答应给人家2000包生丝，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湖州不是盛产生丝吗？我们现在就去。湖州距离上海也就1天的车程，为什么克劳迪跟沈星移不去？因为他们知道湖州的生丝价格绝对不止310两一包。我不管湖州的生丝是什么价格，我都必须拿够2000包。那不是净亏吗？王世军，你身为吴家的大管家，做生意怎么能够只看今年？要看就看10年。10年？就算350两银子一包，2000包，我们共亏8万两。如果克劳迪洋行愿意跟我们签10年订单，10年，就算1年只挣1万，这8万也回来了。如果克劳迪只给我们签了1年的订单，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完美，他会愿意跟我们签约的。好，就算克劳迪给我们签了10年的订单，那么他洋行开不下去了怎么办？你看看上海这繁华，像是生意做不下去的景象吗？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商号店铺，哪一家不是欣欣向荣之气？王世军，你还担心什么？你将来怎么面对沈星移？相信我，我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你还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采购2000包生丝需要现银70万两，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现银？我们是没有，但有一个地方有。哪儿？银行。少奶奶，这里面那么多洋人，我们是不是要谨慎点啊？我若像你这么胆小，那我现在还在街头卖艺呢。
少奶奶，70万两银子，就这么到手了？这还得感谢沈心怡，她昨天的推荐，要不然这经理也不会如此之快的信任我。这洋人做事也太草率了吧？他们一点都不草率，而是非常的精明。此话怎讲？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机器织布的效益，因为对陕西机器织布具有信心，所以对连本带利收回那70万两银子也是非常有信心。这大上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他说的对，这上海真是处处繁华，处处生气。沈星移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办？不管他，我们赶紧去买生丝吧。少奶奶，回来啦。2000包生丝已经全部交接完成，顺利吗？非常顺利。克劳迪先生亲自验的货，但是其中有一角颜色略有偏差，我以为他会刁难，可他什么也没提。他是没看见，还是不在乎？这个我也不知道。少奶奶，克劳迪先生，克劳迪先生，那批生丝还没有上船吧？我们刚刚开始办了。还好。怎么了？我刚刚才知道，这批生丝里面有一角颜色有点问题。不会吧？我每一包都看过了。我们还是再看看吧。没这必要，我都已经开始搬运了。保险起见，还是先看看吧。行吧。快去。夫人，这批生丝的质量比我预料之中还要上档。就算其中有一角、两角质量不过关，我觉得也不碍事。找到了，就是这一角。你当时既然发现，就应该告诉克劳迪先生。抱歉，克劳迪先生，是我疏忽了。夫人，你不用责怪王先生，这点差异，不仔细看的话就根本看不出来。这么明显的瑕疵，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没关系，我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对不起，克劳迪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生丝卖给你。其他的中国人给我卖过那个生丝，比这个差远了。别人怎么卖我不管，但是从我手里出来的生丝，必须是最好的。那你就把这个角就换掉吧。不，要换就换整包。王世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1个时辰之内，必须把这整包生丝给换了。好。对不起，克劳迪先生，耽误你的时间了。要不这样，这包生丝我不收钱，算我免费送给你的。夫人，这包生丝我一定要付钱，而且我希望与你尽快签下那个10年的订单。可是，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还愿意跟我合作？
夫人，我到中国已经5年了，我一直在寻找你这样的商人，我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你的信任。那我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吧。好啊，但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也让我这个中国人尽下地主之谊，也庆祝我们合作成功。好啊。我们中国人喜欢热闹，你多邀请几个朋友来参加。那我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叫上，也顺便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非常乐意，谢谢。春信，春信，哎，快把我那2身漂亮衣裳找出来。怎么了？一会儿我要请洋人吃饭。你要请洋人吃饭？王世军回来了吗？回来了。王世军，王世军，少奶奶，什么事儿？你和福来赶紧去准备一下，要让那些洋人知道，他们想要买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有，他们想要卖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忙卖出去。你的意思是，让那些洋人知道，我们吴家的生意商行遍布中华，而我们经营的货品包罗万象。是，就这意思。可是怎么能让这些洋人相信呢？你动一动脑子啊，让他们不得不相信。我明白了。少奶奶，这2身穿哪个？这衣服本来是要穿给他看。我刚刚和吴夫人完成了一笔生丝交易，她的为人和经商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打算跟她长期合作。Claude， 你真是幸运。怎么了？你还没跟那个陈老板谈好吗？他一问不少，怎么谈？怎么了？比利想采购一批绿茶，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比利先生，或许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国的湖南有几片茶山，茶叶的质量都非常好，价格也都非常的低。真的？我可以先提供一些样品给你，你先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满意。哼，夫人，你可解决了我的烦恼，谢谢。谢谢。干了。吴夫人，原来还做茶叶生意。我们除了生丝和茶叶，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有瓷器、药材、丝绸，还有洋布。只要是赚钱的生意，我们都做。老肉先生，你想要什么货物尽管开口，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我不想买什么，但是手里有一批现货，正在寻找买家。不知道夫人可不可以帮忙？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能赚钱的，我们都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倒可以谈一谈陕西的经销权。要谈，我们就谈中国的经销权。我怕你做不下来。老瑞欧先生可能对我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陕西吴家在中国有几百家商号，从上海到迪化，从广州到黑龙江，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们吴家的招牌。哦，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因为中国人做生意向来低调。我的中国的朋友告诉我，吴夫人正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商人。肉先生，就算你没听说过陕西吴家的名号，但是我们陕西吴家的货品，你一定用过。
你看，你们的餐布，在每一张餐布的角上都有“民富”二字，而民富洋布就是我们吴家的产品。还有这个瓷盘，在每个瓷盘的底部有“安吴杂货”，这就是我们吴家所代理的瓷器。还有这间餐厅，它不仅备有洋酒，还有中国酒。在那边的酒架上就有3种中国酒，古沁酒是我们吴家淮安酒坊所酿，淮安酒我们吴家也有参股。至于那玉妃稠酿，玉妃稠酿酒曲就出自泾阳吴家。谢谢，不错。尝尝我们中国的酒。夫人，我要跟你合作。这是我的荣幸。夫人，除了茶叶，我还有其他生意和你谈。非常荣幸。原来你在中国竟然这么有实力，看来我与你签约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我的荣幸。对了，后来那个沈心怡又来找我，她想弥补，但是我已经告诉她我与你签约了，所以那他是什么反应？她很失望，也生气了。我们签约不会影响你和他的友情吧？不会，我和他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友情。来，喝酒。You know, Chinese women appear really strong. But the truth i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very different. Chinese ar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And if you do business in China, you're sure to have problems. A lady should not behave that way. Claude works with her. Very smooth. All Chinese think the same way. 他们是在说我吗？他们是说中国人是保守固执，他劝 Billy 和 Lario 不要跟你合作。你不用理会他，他才是保守固执的。他已经到中国很久了，从来没有跟中国人做过生意。是吗？你们中国人也许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但其实这是我们西方人的一种交际方式，仅此而已。如果你觉得尴尬，我可以陪你离开。啊，不。霍斯伍先生，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Go ahead. You expect that? No. 克劳迪先生、比利先生、劳瑞欧先生，初次见面，不胜荣幸。Cheers.
你真的是中国人？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其实我和他们都一样，在生活中都比较含蓄，但骨子里，我们既不保守，也不固执。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女人和对中国的看法。哦，还有，我会考虑我在中国的生意。太好了，非常乐意和您合作。我也是。夫人，你在哪里学习的跳舞？啊，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教我。啊。我不配做你的父亲。你这辈子可千万不要像我们这两个老东西这样，做生意要讲究诚实守信，对朋友要肝胆相照，对爱人要一心一意，对孩子一定要尽职尽责，长久陪伴。记住这几点，以后没什么事儿就别来找我了。为什么？这看起来也太香了吧！怎么样，香不香？给我来点，给我来点。当然去，我亲手给米娅做的爱心粥没你份儿。小气鬼！虽然你的亲老丈人去世了，可是你的另一位老丈人却奇迹般的醒过来了。这对于林美雅来说，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安慰吧。八字没一撇的事儿，能不能管住你那张嘴？别成天老丈人老丈人，要不要脸？咦，还真吃上了。哎，不过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一位女婿，那也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了。嗯，这话没毛病。你哥生来就是优秀。行吧，看在你夸我的份上，哥奖励你一把，就让你尝一小口，看看咸了还是淡。呀，我给你来。烫了舌头慢点。不烫，慢点。怎么样，咸了淡？不咸不淡，正好。李薇薇，你知道吗？你没别的本事，吃你是一流的。快给我来一碗。半碗。一碗。半碗。一碗。半碗。好，一碗。慢点吃，别烫着，吹一吹啊！我跟你说，你就沾美雅的福分吧。这碗粥熬了2个小时。欧阳，你知道为什么思雨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还依然戴着这枚婚戒吗？那是为了纪念思雨的妈妈，更是对我们之间爱情诺言的信守，知道吗？对不起，徐伯伯，我没有信守我的诺言。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依然会这么做。我不能娶思雨，思雨是个好女孩，她应该得到一份100%的爱，但是我做不到这一点。我真的不想耽误思雨。
我希望她能幸福。抱歉，徐伯伯，我今天来是向您请罪的。好，我们今天不谈爱情，我只谈人。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正是因为我和你父亲这么多年的交情，也是因为思雨真心的喜欢你，我才决定注资你毛氏，把你扶到了董事长的位置。可现在呢，一切太平了，你就过河拆桥。如果你爸爸还活着的话，他能同意吗？欧阳，我希望这件事情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对不起，思雨，不怕你笑话。我刚刚知道，我其实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你说什么？不是欧伯伯的亲生儿子？是谁告诉你的？前两天我爸做肾移植的时候，我想给他我的肾，但是匹配不成功。其实我姐的亲生父亲也是我的亲生父亲。那这么说，你跟林美雅没有血缘关系，是吗？是。那这么说，你要跟林美雅重新在一起了，是吗？思雨，对不起，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你现在就走。你走。你滚啊！喜欢你就像是某个雨天里的气息，干干净净让我很安心，徘徊在你手心的秘密。欧阳，让我们一起解开这谜题。对不起，欧阳，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你再试一下，可以吗？我们俩真的就不可能在一起了吗？对不起，思雨。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你就是林美雅的哥哥，你疯了吗，欧阳？你为了跟林美雅在一起，就否定跟欧伯伯的关系？你跟林美雅是兄妹。思雨，你别这样好吗？思雨，你冷静一点。你答应过要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我真的尽力了，也努力了，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不想欺骗你，更不想欺骗自己。但是作为朋友，我真心希望你能得到一份完美的幸福。但那个人不是我，对不起，思雨。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是不是以为欧长林死了就没事了？我告诉你，林志国醒了。他醒了又怎么样？你想的还真开啊！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去报案？我告诉你，他现在不去报案，是因为他刚醒，脑子没转过来。等他缓过来，他去报案了，我们俩都完了。是你害他的啊，不是我，不是我要害他，我要救他的。你让我松的手，你怂恿着我，你害我。没有邪念，谁怂恿得了你啊？你有事没事？没事，请你离开。你给我听好啊，是你呀，你好不容易才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啊！只要林志国反应过来去公安局报案，我们一起完蛋，一起完蛋！别怪我没提醒你。不许多吃。哥，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一般你要跟我商量的都没好事。这次是好事儿。真的吗？嗯。说。我能不能拜你为师？嗯。你看，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可是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呀？你做饭那么好吃，可是我连个泡面都不会煮。所以啊，这就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您大小姐衣来伸手、饭来张嘴的主，怎么突然就想起要学做饭了呀？哎呀，不容易啊，耽搁的甚是欣慰啊。好吧，勉为其难答应你了。真的？嗯哼，太好了。
好了吗？装好了。林美雅的餐具拿了没有啊？忘了。真够马大哈的！我突然间觉得我揽了一件全天下最艰苦的活，就是教你做饭。这样够了。李东，欧阳，方便聊聊吗？好啊。出去说。有事啊？有事直说。有件事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李东，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我跟我姐才是真正的同父同母。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都太荒诞了。这就是事实。这件事连我妈都不知道，是前段时间我爸做省一职的时候，血型不匹配，我才知道的。所以。跟美雅没有血缘关系。欧阳，你不是你爸亲生的。你现在是来跟我们开玩笑的是吗？所以呢？对不起，我爱美雅，一直都爱。即便是我认为她是我妹妹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爱着她。那种让我无法启齿的羞愧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知道我不是我爸亲生儿子的时候，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我满脑子都是他，全都是他。我觉得老天好像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所以无论如何，我想再争取一次。所以你现在就是来通知一下我哥的是吗？李东，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照顾林美雅，可是不好意思，我又不打算把林美雅交给你了，因为我要和林美雅重新在一起了，是这样吗？欧阳，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知道我哥为林美雅付出了多少吗？我哥对林美雅的爱不比你的少。梅梅，别说了，哥。那么你来是征求我同意的，对吗？是。
告诉你，我爱林美雅。这份爱一点都不比你少。老天确实挺爱开玩笑的，注定让我们俩爱上同一个女人。只是我们两个爱她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从我爱上林美雅的第一天起，我就跟自己说，如果美雅有那么一片刻，哪怕是1分钟爱过我，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和幸福。我曾经跟你说过，美雅是一个人有思想、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那么她同样是自由的，所以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和幸福。你也是，我同样如此。所以今天你大可不必特地跑过来征求我的同意。如果最终的缘分是你们俩走到了一起，我祝福你。直到永远。哥，你别拉我，我还有话要跟他说。我是跟他理论，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凭什么呀？当我哥是救护车吗？你让他来他来，你让他走他就走啊！欧阳，你长这么大，你是不是你把钱挣了你都不知道？你要是早知道还会有这么多事儿吗？你开玩笑呢？你开玩笑呢？你。